Hello，大家好，今天是9月1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特斯拉来到关键点位，是鱼跃龙门还是遇阻回落？看多特斯拉的朋友，接下来要特别关注这个区域。HMS 如期调整，回调将是再一次的买入机会，可以多多关注。甲骨文一份业绩指引，再次点燃 AI 概念，难道美股还有更多的上涨空间吗？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26期的视频。阿哲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要讲一下有关于指数的市场观察。阿哲呢会再次复习一下决策假阴线。那么这个决策假阴呢是能够让我们在很多关键点位去逃顶以及继续看涨的。比如说之前的高点这里就有一个决策假阴线，而我们在近期呢又出现了。那它会不会又是一个高点？怎么去发现？怎么去决策？这是决策假阴线。新同学呢要认真观看，那么老同学如果会的可以跳过这一部分。我们再次会讲一下浪形的空间，股价达到某些价位，它上方究竟还有多少空间？我们通过波浪理论可以去一定程度上的去揣测一下。同时还会再讲一下今天要关注的日内支撑和压力位。对于第一部分指数环境做了一个了解之后，我们再去进行个股解析，更能够去选好方向。阿哲呢会分享一下有关于特斯拉、HMS、APP 他们3个维度不同的一个解析。而第3部分呢，我们会讲到英伟达、博通、AMD、Circle、PR、Coin、TR、Huawei、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以及 SMCI 等个股的解析，阿哲也希望他们依旧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在第3部分，虽然阿哲所花的时间会比第2部分要少一些，每次个股分析的时间可能会缩短，但是阿哲的观点依旧是比较明确的。像最近所去关注的Huawei，它也出现了比较强势的上涨，而我们在盘前广播当中其实也多次提醒。那么又比如说像苹果，我们在上期视频说过它的黄 K 风险被跌破要小心调整，最近也出现了这种回落行情。所以阿哲希望每一部分大家都能够不去错过。当然，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可能不是每一部分您都感兴趣。阿哲的视频又因为内容比较多，所以时长呢又偏长。那么阿哲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这个3角，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标的所对应的时间轴是阿哲所去整理的。大家点击之后呢，可以做一个快速跳转，那么可以节省您不少的时间。感谢您的到来。那么来到第一部分，所谓的决策假阴线，其实很简单。我们上期视频呢也有讲过这一部分内容，就是市场在上涨途中，大家注意了，是上涨途中。一般来讲，我们是在上升行情当中会去比较多的遇到，或者说去使用这个方法出现的放量的假阴线。那什么是假阴线？那么就是股价今天收盘价比昨天是抬高的，而它却是收阴的，这种叫假阴线。而底下只要是放量，你就可以把它当作是决策假阴线的产生。当然，这个地方呢是缩量的啊，阿哲标记错了。不过有时候啊，假阴线也可以啊，不一定说非要放量，只是说量能放得越大越明显，它在个股啊指数上的一个提醒效果会比缩量要好一些。你看一下图表当中的这一些假阴线啊，包括这一天其实也是假阴线，只是它是缩量的，阿哲就没有标了。这种假阴线一旦在上行中产生，它呢有时候会是高点，有时候呢是一种洗盘，会继续上涨。我们的分辨方法很简单，就是未来或者说接下来的短期内，它的股价收盘价会在它的实体上沿还是实体下沿作为一个判定。如果后续能够收阳线，在假阴线它的开盘价之上站稳，那么这里短线依旧看涨。反之，如果站在这个假阴线的收盘价之下，实体之下，那么我们对于这一个行情走势判定就是它容易是下跌的。那你会看到这波上涨行情，它的假阴线后都是收阳，站在它的实体之上。当然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收跌在它的实体之下，但它是阳线收跌，所以这个效果呢就差一点。我们最好是要看阳线和阴线，看涨和看跌。后续呢以阳线重新站上这一个假阴线，而后我们继续看涨。像这里也是一样的，它呢并没有去跌破它的实体，而是突破它的实体，阳线突破，那么继续看涨。这里呢也是阳线突破，继续看涨。这个地方也有一根假阴线，但是它的阳线实体，让它的实体上沿没有被突破，反而被跌破，所以这里的短线风险是向下的。虽然这一天是缩量，但依旧呢是假阴线，要去关注。像这一根 K 线标准的放量的决策假阴线，它的实体上沿第二天被突破，所以短线继续看涨。
好，那么这一根呢也是放量的绝色假阴线，实体下沿被跌破，上沿没被突破，所以短线风险向下。那么我们看到，在最近这2根绝色假阴线出现的时候，它在第2天出现了阳线实体站在它之上，所以股价呢继续短线向上看。但是我们在后续这一天又出现绝色假阴线，底下呢它依旧是放量的，所以依旧要关注一下。目前第1根绝色假阴判定方向向上，而这一根呢继续关注会不会有阴线收盘跌破它的实体下沿。跌破方向开始往下看，反之如果继续收盘收阳在它的实体之上，那么依旧呢向上继续看短线的上涨。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技巧，但是呢它却比较实用。在上涨途中，你有时候看到它可以为你提供一些途中的加仓点位、看涨机会，而在相对的风险点又能够给你一些提醒，这里要注意风险，要开始减仓了。所以这个技巧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掌握。而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讲一下纳指的浪形，有一段时间没有讲了，因为这个空间呢相对来讲可能比较晦涩，比较难懂，所以阿哲呢就不讲太多内容，我们直接讲观点。目前的美股市场是处于一种强势的上行当中，当对于这一波上行，它是否能够让长周期的美股一样的缓解之前关税所引发的这种下跌，真正的能够引起长时间的上升趋势的构成呢？目前还无法去完全的判定。大家注意了，有一个关键的价位压力在临近，这个压力是22,275.2。那么这个价位呢，是能够去界定这一波反弹是否真的把之前的下跌能够去缓解的。那有同学说，目前的美股已经创新高了，还不能缓解吗？如果您学过我们之前所讲过的趋势理论当中的使用，你会知道高点抬高确实趋势是向上的，但如果高点创新高之后，它所走的路径不太够，那么它就容易是什么？容易是衰竭的开始。所以当前的一个美股的反弹，美股的这种强势的上涨，它得要冲破22,275.2，才能够去摆脱可能无力的新高状态，才能够更好的未来哪怕有下跌，我们也能够往上再看更高的空间。你说能不能再涨3000点？只要能够冲破这一个价位，后续的回撤幅度合理，那么上方阿哲觉得不止1000点。因为只要一个上升趋势并没有因为前期这种强烈的下跌而导致发生改变和走弱，那么上行它将无法去延顶。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压力位，一定要去冲破它。如果碰到它就立马下跌，或者说都碰不到它，这是特别要小心的，有可能真的是衰竭点，有可能真的是美股本轮强势上涨的一个高位附近。而只有去冲破它，未来不管是直接上涨还是回调后再涨，都是机会。所以这一个价格，这个压力位要特别的注意。那我们再看一下另外的一个底下的支撑压力呢，被突破就变成支撑了。底下呢比较临近的21,753.89这个价位之前这里不能被突破，收出绝色假阴的破位，出现了风险调整，盘整了个把月。那最近呢是3根 K 线收盘价都站在了这个价位之上，虽然说实体有点差，它不是很强的阳线，但3天站上时间呢勉强也够，所以这里我们认为21,753.89作为本次上涨短线的可以看的一个支撑。这里如果跌破，那就比较麻烦了，它呢还会保持震荡，而很难说上方还有多少空间，因为震荡是无趋势方向，那么就需要等待强势的行情去选择方向，是下破区间还是上破区间。所以这个价位不要跌破，它才能够去进攻我们所说的这个关键压力啊。这是2个点位，一个是压力，一个是支撑，你要特别小心再次跌破这个支撑的一个可能。如果再跌破就是假突破，那2次的假突破，这个压力位就比较危险，那么要小心后续这里真的是高点。那么这一点是要谨防的，但是目前没有出现之前呢，就还不需要担心，没跌破之前依旧是看涨。以上就是关于空间和决策假阴线的使用，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这个观点对您能够引发部分思考。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可不要忘记了为阿哲视频点上您照常的一个支持和点赞。如果您的时间是比较充裕的，阿哲也希望能够看到您的宝贵评论或者是建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阿哲视频。而如果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听阿哲的视频，那么很感谢我们今天的一个相遇。那如果阿哲视频对您能够起到一部分的帮助，那么也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订阅。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您只要把这个铃铛打开，作为粉丝订阅同学，您就可以每一期视频都优先收到阿哲的及时通知，不会错过阿哲的每一项观点和每一次的技术分享了。
第3部分呢是关于日内撑压红绿灯的点位，也就是说阿哲呢会把今天日内你要关注的2个支撑和压力告诉大家，你要去观察。而这个撑压呢，阿哲是每一期视频都会去讲到的，每一期视频我们都会告诉大家你要关注好它的动向。标的个股当中，我们的分析也会给到这个撑压点位。今天是周四，那么周四盘中你要关注哪些点位呢？这是阿哲盘前解析当中一定会提到的内容。左侧这个信息就是阿哲的盘前广播，您只要是订阅粉丝观众，特别是刚刚订阅的同学，您呢就至少会有1个月的时间能够免费收到阿哲的盘前广播，这是一个粉丝福利来着。您找到助教就可以去领取了。那我们看到昨天的盘前广播9月10号，那阿哲呢讲了一些关于指数的分析，然后呢也讲了短线和个股，同时呢也讲到短线和波段多空方面的一个解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呢像阔位，最近我们其实都在提啊，它维持了这种上涨的结构啊，相对来讲很强势。像 APP、像谷歌这种趋势强劲的个股，我们其实也是每天的盘前都会去跟踪，包括阿斯麦啊，这些呢都是跟我们视频所分享的标的、分析的标的差不多的。阿哲呢在广播当中是每天盘前都会去更新他的观点，会比阿哲视频可能更加及时一点，因为阿哲视频正常更新是周2、周4和周6是日更的。所以盘前解析呢，对于粉丝同学来讲，可以有一个更加及时的渠道啊，去了解到阿哲的部分观点。而第3部分就是我们每天所去看到的啊这个点位了。阿哲一般会给到纳指、特斯拉以及英伟达它的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那么这种点位对于指数和个股怎么去使用，有什么帮助？它一般是跟踪短线趋势的。你可以看一下当天的收盘价格，那么收盘价格只要在高点的压力之上，说明今天的多方是强势的，市场突破了压力。反之，如果在低点支撑之下收盘，那么就说明支撑位被跌破，那么股价空方较强，要小心风险。而我们看到右侧图表是纳指的日线图，根据这一个点位测算的观点，我们可以绘制出一个叫红绿灯的指标。那么价格走势只要是绿灯，就说明当天收盘突破了阿哲给到的这个高点压力，那么当天多方呢短线是强势的。只要是绿灯，后续保持绿灯，保持无灯，就说明短线维持变强。反之，如果出现红灯 K 线，那么要小心，这个地方就开始走弱，空方变强。绿灯之前则不要轻易做多。那么像这里开始又走出长时间持续的绿灯，那么这个阶段就是短线强势，可以每天呢去以看多为主，除非有红灯出现，或者有另外的风险出现，比如说前期我们用这个黄 K 的逃顶，黄 K 出现，黄 K 消失，黄 K 被跌破，这个时候加上决策假阴线是吧，也被跌破，所以这里呢，当时是以此去逃过一次调整。好，这波下跌以来，再次出现绿灯，再次看涨，再次出现红灯，再次小心风险。它不能够让你在每一个高点去逃顶，每个低点去抄底买进，但是一旦形成规范性的趋势，你可以比较容易的去持股，比较容易的去跟踪这波行情。而你看到从低位的红灯转为绿灯看涨以来，它目前是一个红灯都没有，依旧保持着绿灯，所以当前这波趋势呢是没有问题的，短线的任何调整当前还没有危及到多方的短线走势。不过要小心一点，我们昨天盘前所提到的黄 K 出现了，黄 K 呢和前面这个黄 K 是一样的，都属于风险信号。目前黄 K 消失，那黄 K 的低点会不会被跌破，你就要去注意了。那也就是说目前的重要的压力，也就是说目前重要的观点，除了你看决策假阴之外啊，你还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黄 K， 黄 K 的下影线比较长，就看到实体。好，实体这个地方如果有那么一根阴线，把决策假阴线实体，包括这一个黄 K 实体都能够跌破，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强烈、强劲的看空信号，或者说风险信号。这种 K 线一旦产生，你就要注意了。不管3721，短线先走为妙。我们在今天的红绿灯判定当中呢，看到2个点位，一个是预测低点21848.45，一个呢是预测的高点22038.58。所以价格今天只要收盘在这之中，或者说之上，在红绿灯的角度就还算 OK 正常。而如果收盘是跌破这个低点的支撑的，是不是顺带着会跌破前面黄 K 的一个实体和这个决策假阴线的实体？那么这种红灯 K 线一产生，你要小心高点的概率是特别大的。
那么以上就是根据红绿灯指标去判定的一个关键点位，今天要特别关注这个点。那么这个点位呢，阿哲每天盘前也会去写到，今天呢也不例外。所以大家如果您是刚订阅阿哲同学，您是新同学，您可能还不知道如何在订阅之后领取每天的盘前广播解析。那么阿哲教一下大家，您可以点击一下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呢有一条置顶链接，是阿哲助教老师他的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您点击之后呢，可以去找到助教，而后给他发送一个盘前的口令，他会告诉您如何能够去领取每天的盘前解析。而在我们的右上角，它也有一个感叹号。如果你觉得点评论可能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点视频右上角，那么有一个感叹号的符号，点击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找到助教老师，也是可以的。找到后给他发一个口令，他就会告诉您怎么去领取盘前口令了。不过这里阿哲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的粉丝福利呢，一般是有2种，你可以跟朱老师去领2重福利。第一个就是盘前的解析和点位的预测，这是第一个阿哲的一个文字版的内容。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的视频，我们的内部直播，有更多的进阶技术分析的知识。您在订阅阿哲之后，你应该是对技术分析比较感兴趣，并且想要学习和进步的。那么只通过盘前解析的内容，有时候可能远远不够，因为这个呢只是一些观点。阿哲更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到一些更进阶的内容，能够为大家去平时分析时自己就能够学会怎么去看。所以每周我们都会有特意安排的一些课程让大家去学习。比如说我们在本周的课表，在当前的市场当中容易出现牛熊的转换，那有什么办法能够穿越牛熊？那么很多时候个股交易、个股的选股是一个关键。所以在本周，我们更多去寻找有价值的个股，在趋势、波段、短线、机构策略方面去寻找。所以本周的课表就是以上的内容。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每天早上香港时间10点都能够去学习到这些直播课。如果时差上有问题，您可以找到助教领取每节课程的课后回放，也可以作为学习。所以希望这套课程呢也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而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我们每周的课表都是有所变化的，每周主题也有所不同，希望给您提供更加优质的教学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前面我们对于指数有了一个分析，你知道怎么样会有更大的空间，以及怎么样它会有短线的风险。那么接下来到第2部分，在市场如果不出现短线风险的情况下，有哪些标的我们可以去做多？而如果市场出现短线风险，有些标的可能会出现做空机会。这是我们在今天了解完指数的环境风险之后，未来依旧要去有所判断的。那么第1支标的，我们看到特斯拉，目前所看到是特斯拉的一个空间层面。之前我们有判断过这一波上涨5浪的高点，这是一个小5浪的高点在这里。那目前的一个价格的走势呢，是脱离到了一个平台。那这种平台呢，目前面临突破，已经是突破之后往上走，但走的还不是很强势。它离左边的所谓的5浪的前期高点是很近了，这里将是一个强压力，因为它不只是5浪高点，也是前期下跌时的4浪的反弹高点，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压力。一旦能够有强阳越过，那么这里就是逾越龙门线。同时，如果这里能够有效的越过，那么你可以把前期的这一波低位的上涨当做是一个大型的1浪。而这一波复杂的调整、收敛的调整，可以当做是一个2浪上升。那么这里的启动将容易走的是我们所说的主升3浪行情，这是有可能实现的。我们在之前这些点位就开始跟大家去说过，有可能这里是一个要走3浪的过程，只是呢它的2浪走得很复杂，所以现在呢也无法完全去判定。但是我们已经是开始在看波段上涨了。而我们接下来呢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目前所看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那么这个区间呢，我们说有一个很关键的压力位，是不是在5浪高点附近和4浪高点附近？如果你把图表放大，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空间很关键。因为前期的这个筹码密集区和右边的4浪反弹高点和这一个小5浪的高点，它基本是重叠的。那么目前你把这个方框可以这么去画，它就类似于一个中枢的一个样式。那么股价之前突破回落反弹，然后再下跌，而后在这里呢出现了一个上涨遇阻，是吧？下跌之后在这里不断的盘整消化，好，目前呢就走到了这个箱体这个中枢的里面，甚至是上沿附近。那么这个地方究竟会选择下破走出继续的一个下跌，那么这波下跌可能就会很深，有机会呢可能要破低点。就如果真的是走出这种区间的话，至少要破这个低点。那假如按照我们的规划，它是走波段上行的，那么它就得要有一个明确的阳线能够去突破，那么就会构成我们所说的有机会的3浪行情。
那么目标位呢，甚至是前方的一个高点，所以这是一个空间上我们可以去看到的结构。而短线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跟踪，目前的飘带它是一个紫色的，说明它目前处于多头趋势。多头趋势每一次的回调都可以以支撑来看待，所以之前的这种回调是吧，都是去找买点即可。那目前这波回调它跟之前又有点不一样，前面的下跌至少很快的去碰到飘带，而这一次呢，它是以震荡来走的，所以你会发现多头真的是在变强，前方也没有出现缺口，这里呢却有一个缺口，所以特斯拉你要特别关注，这里是有一个起跳的可能。而我们看到它目前是处于红灯的范围，而调整呢是以震荡为调整。这个地方我们在昨天的盘前广播或近期盘前广播当中都有讲到，关注绿灯的产生，亦或者是收盘价能够站在它的高点之上的哪个买点出现，这些都可以去关注，作为再一次的回调买点。那目前的红绿灯怎么去看呢？我们看到今天低点的支撑是 346.93， 跌破它将是一个红灯，维持调整，那么就要去关注底下飘带的支撑了。高点的压力是 357.19， 突破将会构成绿灯，那么将会构成再次的飘带上的看涨点。而我们看到昨天是有一个长上影线的，如果出现看涨阳线时能够把这个影线给仿包，那将是绝佳的强势启动点。而如果没有呢，那么可以买进，当仓位呢相信可以相对少一点点。那么以上就是特斯拉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 HMS， 目前所看的是 HMS， 那么我们最近为什么挑选这只标的来跟踪呢？就呢再强调一点，它呢是在170天线附近出现了筹码堆积，并且后续方向选择向上的一个动作，跟前方的这两个地方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地方它同样是一个波段的大底行情。我们在前几期视频都不断的去强调这一点。那究竟它能不能像我们之前所选的 APP 一样，真的是波段大底而走出继续新高？不太确定，但是有所希望，并且这个希望慢慢的越走越远，并且这个希望慢慢的越走越大。我们说过，一个趋势不是预测来的。你说从这个低点预测它一定能新高吗？不一定吧。你从这里预测它真的能够转到这里吗？很难的。所以很多时候趋势是跟出来的，而不是猜出来的。那么这里我们就慢慢的去跟踪这个趋势，它只要不破坏整体关键结构，那么这里就有希望慢慢的往上推动，只是走得快和走得慢的问题。那么关键的结构就在于这一根下影线，这个下影线的低点，它呢被反复回踩了2次，同时也是左侧这一个地方的低点。那么这一个结构如果向下选择这种破法的话，那么就很风险，你所有的布局必须得要离场，因为它的方向可能是下方的这个低点。那么在这个低点不破之前，每次的回调我们合理位置找止跌买点，至少能够看一个比较强的反弹，这是我们选择它的一个原因。那么做一个波段，而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短线资金和动能方面，目前所看的是 HMS 的图表。那么 HMS 呢，在本次下跌当中，其实是不断的显示蓝 K， 蓝 K 呢在阿哲的交易系统当中属于短线的超跌信号，它跌到了一个170线附近，而后结合超跌信号，所以止跌了。所以大家注意了，交易信号很关键，但是空间位置阿哲是更加看重的。你看有些时候出现的蓝色 K 线，它可能涨幅不大，但有些蓝色 K 线它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反馈，特别是在170天线附近所产生的蓝 K 信号，你要特别的关注。所以空间有时候要优于你的买卖点，那么甚至呢有些时候又优于趋势，因为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它的中期趋势其实不太好啊，因为长期趋势 OK 啊，所以空间上呢也就 OK 了。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底下绿色开，说明有一些资金在这里明显的流进，所以低位的这个价位是要守好的，不能跌破的，跌破就有危险了，可能资金就会出逃。而目前的飘带要转为支撑，最近的股价出现了红灯，所以先有调整，而这个调整目前是没有跌破飘带的，所以还是往预期在运行。而飘带在收窄，后续它一旦向上，就会转为止飘带，转为止飘带，那么支撑更为有效，趋势由长期上涨，再结合中长期上涨，那么我们去跟这个趋势就大概率能够有效。所以目前呢，这个飘带的底下支撑是 46.368， 而我们看一下这一个红灯后什么时候会转绿灯，再转为绿灯，而这个绿灯如果没有跌破它，就没有跌破它之前转为绿灯，那么可以作为2次的交易点位。看一下红绿灯的一个判定，首先看到低点的支撑是 45.702， 高点的压力是 49.598 啊，关注这2个价位。以上就是 HMS 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APP
APP 呢，我们其实跟踪了很久了，从前期的这个低位盘整，跟这个 HMS 有点类似的170附近的囤积再突破，我们跟踪到了现在已经是新高，并且有一个大缺口。所以对于目前价位呢，你说再去走波段的布局，阿哲觉得不行，但是风险肯定特别大。当下呢出现了一个冲高之后的3小顶，而且3根 K 线，最后一根是一个长上影线小实体，这是一个短线非常危险的，有机会见顶的一个信号。所以当下的走势有一个缺口，有2个缺口，那么这一个缺口如果被阴线快速的回补，而后还有阴线实体给收在它之下，会构成什么？构成一个我们之前所讲过的那种射击之星的看空，会构成我们讲过的这种墓碑啊，或者说3根 K 线那种黄昏之星的反转这种现象。所以这个地方要小心一根阴线的仿包，并且缺口的吃掉，越快出现风险越大。而下方的缺口作为波段投资者的关注点，这个缺口只要不完全回补，就只要呢它有支撑，不被整体阴线回补，那这个波段一路看涨，下一次的波段买点应该在这附近产生会比较好。短线上在这里呢也是有所风险，所以当下我们就相对小心，不要随便买到加速后的这种标的了。那么 APP 的短线怎么去看？我们来到它的短线图表。目前所看的是 APP 的一个趋势，它的长期170线和它的中短期的飘带都是显示多头。那么多头上涨当中呢，它要关注一点，就是主要关注回调时的绿灯的买点，而除非是脱离飘带之后已经有一段距离再出现了红灯，这种呢可能会比较小心一点。但是整体来讲都是以回调飘带作为一个调整，像目前呢是一个绿灯的上行，那这里如果出现红灯，那么我们认为它会往飘带去回踩。而它这种红灯呢，你可以做减仓，那但是如果你是成本比较低的，你也可以去等它回踩飘带去进行一个再度的加仓也是可以的。但阿哲比较建议的是，如果远离飘带加速之后出现红灯，那么减仓，而后在飘带附近找绿灯再次的看涨即可。在完全跌破飘带转射之前，依旧呢以波段向上来看待 APP， 所以这个地方肯定不是买点，因为飘带的逻辑是回踩飘带，趋势会延续，会新高，所以飘带附近呢去找买点，飘带附近找回调买点。那么当下就依旧等待风险释放，而后飘带附近去找买点即可。目前是一个绿灯 K 线，转红灯时就要小心。顺便构成我们前面所说的仿包阴的话呢，这里要特别注意了，就是特别明显的短线要回踩的信号。看到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564.31，高点的压力是578.82啊，关注这2个数值，跌破564.31，那么今天也就会是一个红灯 K 线。以上就是特斯拉 HMS APP 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第3部分的第一支标的是英伟达。现在我们所看的是英伟达的图表，英伟达的一个趋势很明显啊，在前期的一个资金流出之后呢，目前是一个黄色飘带。最近啊，因为 AI 的概念再次的被点燃，那么很多 AI 概念股也出现了一个不同程度的上涨，那么英伟达也是的，出现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呢很大，对应左边的这个缺口是不是有点好像是一个倒形要反转向上的感觉？但是具体能不能反转向上，要关注一下飘带压力能不能过线。目前其实还是处于一个黄色飘带下的上涨很强，但是它还是属于一个反弹的概念，反弹的一个范畴，它得要能走到这之上，然后飘带转为支撑，转为止射后，我们再去波动的看涨。而在此之前，以短线来看待，而甚至呢，因为它整体波动最近是震荡下行的，所以哪怕这里有缺口，但这个缺口呢是在一个震荡区间之内所发生的，2个缺口都有可能只是普通的缺口，所以这个地方它不一定，或者说它不是一个很标准的倒形反转状态。但是也因为这2个缺口，你不能够短期再说去进行做空，那么下一次你要去看空英伟达，或者说相对不看好它的波动走势，要怎么做呢？它得要把这一个缺口给吃掉，只有吃掉这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才能说明这绝对不是一个倒形反转，因为倒形反转这个缺口是不会被吃掉的。一旦有快速被吃掉的倒形缺口，那么这个方向就说明它还得往下，甚至是加速。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明白，这个缺口不能被吃，一旦被吃，肯定是再次的空方进场点。而目前呢是属于飘带的短期反弹的范畴，还没有走回上升，所以这里呢还是空方趋势的反弹而已，只是反弹还没有走完。目前是一个绿灯 K 线，何时转红灯，何时小心。如果转红灯后出现了明确的阴线跌破飘带下沿，这就是特别明显的风险信号，这个缺口大概率要被补。我们看一下这个飘带下沿是多少，是174.165，
所以这个点位不能破。一旦被阴线实体跌破这个位置，说明反弹结束，是右侧的风险信号。红灯出现也可以算是一种风险，但是没有说直接跌破飘带下沿那么风险。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176.4， 高点压力呢是 180.22， 关注这两个区间。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AVGO。AVGO 呢，我们上期视频讲过，它是一个高位的运线，运线之后你要选一个方向，当然这里有一个红灯肯定是风险信号啊，但是我们有时候有结构的话呢，结构的优势可能会高于这一个红绿灯。我们上期所讲的运线，就是你要关注它的上沿和下沿，如果能够突破上沿，那么方向依旧向上，所以它现在没有跌破下沿而突破上沿，所以目前的方向我们可以依旧向上看，只是你的防守位要设在这个高点之上。股价在这之上，我们是看涨的，包括突破这一天，你说看涨可以吗？可以，短线可以看涨，而后把你的防守位、止损位放在高点这里。如果收阴再次跌破，并且是红灯，这个地方啊，我们要再次小心了，因为它就有可能构成一个运线的假突破，那么方向实际还是将往下，所以这里看涨，但是防守位不能跌破，跌破方向大概率还是向下的，依旧要去回踩这个飘带。好，这点是要注意的。目前短线看涨，我们看到预测值不要有很快的红灯出现哦，绿灯转红灯可以看涨，但如果绿灯再转为红灯，就是一个风险了。我们看到预测的低点值是 360.06， 今天不能跌破它，高点的压力是 382.48，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AMD呢也展开了强势的反弹，但反弹力度呢是远不及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 AVGO 和英伟达的，它呢也是黄色带，黄色带一突破，盘中就跌破了这个飘带下沿，比英伟达是不是弱很多？英伟达呢还没跌破，它呢反弹一下，碰到中尾就跌破了，所以这是一个不好的。那绿灯呢不是阳 K， 它是阴 K， 肯定不作为一个再次的看涨点了。那么这个地方它跌破了飘带下沿，就说明这个反弹日内就构成了突破跌破，那么这里是一个风险点，哪怕是一个绿灯也是风险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飘带是否能够被收复账上。目前的飘带的下沿是 161.692， 它今天除非能够再次收阳站在这个点位之上，还可以说能够去往上看，否则这里是反弹高点，就跟前面这里一样，一旦出现红灯，这里又是我们所说的空方的信号。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158.77， 高点的压力呢是 165.295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Circle 呢经历了一波下跌，这波下跌呢很是单边啊，基本是一个黄带范围之中的一个下跌。那么黄带当中呢所出现的任何的一个上涨，我们先定义为反弹而不是反转，所以这一波上涨为反弹，这里都为反弹，包括目前也是反弹，它还是保持一个节奏，就是绿灯之后立马要转为红灯了，所以这个地方在没有完全强力的突破飘在之前，所有的上涨以反弹看，做不做呢？看你的一个风险意识了。不太建议在这里随便的去因为绿灯而买进，因为它的空方力量太强。我们可以等待的是什么呢？飘带上先突破它的下沿，这个下沿目前一次都没有突破过，所以至少要有一个多方力量能够突破下沿的，最好能够把左边这个反弹的高点能够吃掉的。它当下依旧是高点在不断降低，低点在不断降低啊，还没有出现过特别明显的转势的结构，这里的趋势肯定不看好。那短线上呢，当下也是一个红灯，所以风险依旧，几个方面看都是比较偏空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预测值，高点的压力是 119.335， 低点的支撑是 107.525，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TER， 那么 TER 呢，它是一个趋势走势的个股，就是趋势标的，整体呢是向上的，170呢还是走平，有点偏向下，这一点是唯一不太好的。但整体来讲呢，至少它的中短期啊是看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底下有资金开始有反应，这个是有点要担心的。但是不代表一定要在此因为它而去卖出，因为它的趋势结构是还没有被破坏，所以趋势还在的话呢，资金后续再流进的概率是还是有的。只有趋势转空了，才容易出现这种踩踏的现象，就像 AMD 前期的走势那样子。目前呢，在转为红灯之后回踩飘带，没有跌破这个飘带，而后红灯转绿灯，所以这里呢是一个买点。所以大家注意了 ，TR 走到了这个地方是一个回踩飘带的转绿灯，回踩飘带转绿灯。所以它是一个买点信号，你的防守位呢可以放在这根阳线的低点作为止损，而后依旧可以往上看趋势的顺延，
那一般趋势顺延，那目标位是不是至少要看到这个高点附近？因为上升趋势啊，它就是新高不断。而它这种趋势呢，虽然不是很强劲，但是基本上高点、低点基本都在抬高的，所以这里呢依旧作为我们的回调买点啊，算是一个回调买点。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预测值，可千万不要立刻转红灯，那样的话就很风险。低点的支撑是 115.465， 高点的压力呢是 120.475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ore 位在前期回调时呢，阿哲在盘前广播当中其实有提醒过，可以在30分钟可以去找买点。那么从这一天呢，出现了一个绿灯后，价格短线出现了爆发式的上涨。那么这种上涨强度呢是超乎阿哲所料，但是确实这个地方是有出现一些小级别的买点的，而底下呢也有多次资金的一个流进的提醒，所以这种点位呢有机会成为反转点。像之前这里呢其实还没有到位。这个地方再往下跌一跌，又一下空，差不多就到了低洼区，然后有一些信号出现。目前呢出现了高点，终于抬高了，是吧？又抬高了这个高点。好，那么当下呢，我们就看一下目前的这个缺口之后它的一个保持动作了。它出现了连续2个缺口，很少见哦。股价下跌的过程当中，能够出现连续2个向上跳空缺口，这一波上涨的力度比之前还要夸张，所以这里要有所关注啊。然后你看一下前面这里是不是感觉好像也是个倒停缺口？那倒停缺口如果能够快速回补，说明它的方向是选择向上的，所以这一点你要关注一下，跟英伟达是一样的。就本来倒停缺口向下，突然间短线还回补了，这种倒停缺口反而是向上的。好，所以这里我们再看到它的缺口有2个，那么基本上就是强支撑了，回落依旧看涨。目前是越过飘带，很大概率本次飘带能够收窄转为紫色。前方这里因为飘带当时太宽了，它是一个很强势的快速的反弹，飘带是很难去因为这种短线快速反弹而改变的。它这里呢走了一个反弹之后回来一下再反弹，那这种情况下飘带就容易去转为颜色，后续回调它就会走为支撑。所以 Core 位呢可以以趋势的角度开始去看多了。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 113.075， 高点的压力呢是 128.965 啊，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阿斯麦呢是回踩了170和飘带之后出现了这一波强势的上行，而后它是不是有2个倒行的缺口？这种缺口呢就很强了，基本不回补，而且有2个啊，2次，所以短线很强势。但再怎么强势呢，你也不能够去说它会一直涨下去，因为哪怕是趋势，它也会有回调的嘛。我们前面的选股是不是也是选这个170和这个飘带比较靠近的个股？你会发现成功率还是 OK 的，比较 OK 的。像最近选的标的里面，像阿斯麦啊、APP、HMS， 那么前面几只都是不错的一个上行了。但也有失败的，比如说 MSTR 目前就还没有启动 ，SMCI 呢也只是刚刚启动，所以有一些呢可能还是会偏弱一点。我们看到前方的一个黄 K 出现之后是一个绿灯，而后出现了红灯，并且这根阴 K 线呢是把黄 K 消失了，只是它还没有跌破黄 K， 所以当下呢有红色的灯出现呢就是一个风险可以减仓，而后如果跌破这个黄 K 的低点可以再减一次。所以如果后续跌破黄 K 的低点，可以再作为减仓。目前呢好像还没有跌破，所以这里呢是一个风险点了，小心对于飘带的回踩。飘带呢在763、764附近啊，所以这是要小心的。看到预测值会不会保持红灯呢？低点支撑 782.79， 高点的压力是 801.37 啊，关注这2个方面。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AP 苹果呢，我们在上期视频有提醒过风险了。因为它是一个黄 K 后的破位，跟前面是一样的，黄 K 后破位，你要小心对于飘带的回踩、回调，然后等绿灯再去接、再去买。那么这里的黄 K 破位之后呢，它是直接跌穿了飘带，所以这是风险的信号。但是这个跌穿还没有去判定有效啊，但肯定还不是一个回调的接入买点。它开始有跌破飘带的第一天，而后我们再看下一根交易日，一般跌破飘带的第2根是要有止跌。我们说这是有可能产生趋势自救行为。它只要跌破的飘带是比较宽的，就容易在第2天止跌，今天就容易止跌，而后能不能够快速的走回飘带之上，要看一下趋势自救力度。如果上去反而是压力，那么就还有下跌空间，可能需要对于170作为回踩。所以这是苹果最近小心的一点。好，我们再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223.135， 高点的压力是 229.605， 关注这2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eta 呢产生了一个反弹过程当中
是不是它依旧是一个空方飘带？空方飘带反弹时出现了黄 K， 并且绿灯，第二天是消失的黄 K 跌破，并且跌破黄 K， 而后是红灯，所以这里是一个看跌的信号。但是至于看不看空嘛，看个人，阿哲是不太建议看空 Meta 的。这里呢，只能说有下跌的可能，但是你说看不看空阿哲不是很坚定好，所以只能说是一个风险点，不能说是一个买点吧，至少不是买点。向下调，它的空间有可能是回踩这个缺口。那么我们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744.14，高点的压力是758.84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还保持红灯，或者说还保持无灯，没有绿灯出现，那么就依旧还是空方占优。这里的空方信号如果跌破这个飘带就相对来讲可以确认一点，就是750.731，如果收阴跌破，那么它更容易呢还是回归下降的趋势。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 之前呢我们说过这里是170，然后它是一个飘带粘合是吧？所以这个附近有可能也是一个中期长期的一个低位，但最近的反应它不太对你像 HIMS 它至少呢是囤积之后有上破但是它囤积之后有点向下走，所以这里不太好，至少还没有出现比较明确的那种买点。当下呢虽然有绿灯在底下出现，然后延续绿灯，但是还是不太明确，依旧最多就看个短线反弹。这个飘带呢还是有压力的，整体不明确，还要再看一看。整体来讲还有点偏空，都不是说简单的中立了，有点偏空。好，所以目前这种走势呢，最好有一个强力的上行，能够给到一个明确信号，否则在这里还是比较弱的，不要随意去做多这种明确，不要去随便做多这种不太明确的方向。我们看到预测值能不能保持绿灯呢？高点的压力是333.23，低点支撑是315.176，关注这两个价位。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PLTR 在这一波走势当中，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强势的反弹？反弹的力度是不是还是 OK 的？只是它出现了三阳小顶，所以三阳小顶产生的时候，小心红灯出现和跌破它的低点。如果跌破，那就是有点风险，这一个呢要小心一点。然后它目前依旧是一个黄带，所以它依旧呢只能先看个反弹。所以反弹时三阳小顶这个地方如果跌破，又是一个空方的信号，又是一个做空的信号，是个空方趋势的延续。那假如它这里能够止住不跌甚至呢再涨，然后再回调，这个飘带位置就容易走为支撑，那有希望能够转为止带。就当前来说，还是一个反弹，并且反弹有走弱迹象。看到红绿灯的标记，就是今天预测值低点是165.09，高点的压力是170.6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oin 呢，它的飘带在收窄，而后它这里呢是比 MSTR 走得更加明确，或者说更加呢有一个先行的一个方向。它也是走一个收敛，是吧？底下呢170走平，然后它这里呢有一个支撑。好，那么有走一个三角形收敛，并且目前是突破向上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在盘前广播也有讲到你可以关注一下，它的飘带是收窄了，很快就被突破了。后续不跌破飘带，这里就会转止，而后呢可以往上去看方向。所以飘带为关键支撑，大概是307.993作为下沿，不跌破之前，这里等转止带，然后趋势看涨。这一个运线的上破你可以作为看多点。上破之后，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防守。目前呢没有说有效的跌破如果跌下来，相对短线先走，等待转止带再去接回来再说。好，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它是305.865，高点的压力是322.00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谷歌，谷歌的走势在连续的黄 K 风险之后呢，没有去跌破，而是继续走为绿灯，后续上涨。目前有一个10日星10日星之后呢，最好不要收一根实体阴线，那样的话短线有可能要提醒要往飘带走了。风险信号是不断的，因为它加速了嘛，所以有风险信号。但风险信号不代表一定会下跌和一定要立马减仓，你也可以等右侧的提示之后，再往飘带去看它的一个空间调整是否足以让你产生减仓的一个想法，还是说再次等待去接它的筹码。221.185是首当其冲，目前首个支撑趋势飘带。如果回调止跌，这种位置一般是再次的买进点，而如果这里收阴调整，它也是第一个目标。好，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是236.85，高点的压力是240.82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呢出现了一个黄 K 之后立马挡包了，跌破了，但是它的空间一下子就好像跌完了，直接跌到了飘带上，
这个飘带是刚走宽，刚走向上发散啊，所以是有支撑的。之前这里呢下沿支撑做了一次上行，目前这里跌破它的一个上沿，会不会跌到下沿这里呢？等止跌信号就行了。趋势目前还是向上的啊，只是黄 K 的一个调整。好，那这个调到这附近，它的中轨是228.8，它的下轨是227.07附近，所以这里呢找止跌买点，最好是绿灯。我们看下今天的绿灯数值，低点支撑225.421，高点的压力是234.00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最后我们再看到 SMCI 呢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 MSCI、HMS 都有所相似，但是它呢比 MSCI 强。但是不如呢 HMS 啊，因为它目前虽然有资金流进的现象，但是它并没有冲破这个飘带，并且飘带上沿有压力，但没有关系啊，它有这么一根筑底的阳线在这里，后续回踩不破170就行。然后我们去追求它能够由黄色转紫色的上升趋势，然后再去找更多的波段买点即可。目前它呢属于短线，前面这里有2个绿灯，目前呢又保持向上的结构，它不出现红灯之前整体还好，调整力度就还 OK， 还能接受。看到预测低点43.621，高点的压力45.858。好，那么它跟我们之前所讲的 HMS 也有一样的一个结构的关键点，就是这一个区间底下的这个区间不能被跌破。如果未来有一根阴线直接击穿它，那就跌破170有效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结构就失效啊，它这里呢就不是中长期的低位，有可能是启动的下跌的起点，这是要小心的。好，除此之外，整体的回落都还算是波段上能够接受的。这是 SMCI 的一个分析。以上是9月1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感谢您的收听，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